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本改变无数人命运的书《证言》（Testimony）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詹姆斯·克莱尔 （James Clear），一位知名的习惯研究专家和畅销书作家。克莱尔以其深入浅出的写作风格和对人类行为深刻的洞察力而闻名。他的作品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，也在普通读者中掀起了学习和应用习惯科学的热潮。证言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习惯的书，它更是一本关于如何通过微小改变实现巨大成功的指南。书中揭示了习惯如何塑造我们的身份，影响我们的决策，并最终决定我们的人生轨迹。通过阅读这本书，你将学会如何利用习惯的力量来改善生活，提升效率，并实现个人和职业目标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持之以恒地追求目标，而另一些人却总是半途而废？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逆境中崛起，而另一些人却在挫折中一蹶不振？今天，我将通过《证言》这本书，为你揭开这些问题的答案。让我们从一个真实的故事开始。在20世纪60年代，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沃尔特·米歇尔 （Walter Mischel） 进行了一项著名的棉花糖实验。实验中，孩子们被告知，如果他们能够忍住不吃眼前的棉花糖，等待15分钟，他们将得到第2块棉花糖。结果显示，那些能够延迟满足的孩子在成年后往往在学业、事业和人际关系上表现得更为出色。这个实验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：成功往往取决于我们如何管理自己的习惯和冲动。1. 习惯的力量、身份、过程和结果。证言的核心观点是，习惯是塑造我们身份和决定我们命运的关键因素。克莱尔将习惯分为3个层次：身份、过程和结果。身份层面的习惯涉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，过程层面的习惯涉及我们日常的行为模式，而结果层面的习惯则是我们最终取得的成就。克莱尔认为，传统的习惯改变方法往往只关注结果，而忽略了身份和过程的重要性。为了改变习惯，我们首先需要改变自己的身份。例如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健康的人，你的行为应该反映出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而不是仅仅为了减肥而节食。通过专注于身份和过程的改变，结果自然会随之而来。克莱尔在书中写道，你每次的行动都在投票给你想成为的那个人，这意味着每一个小小的选择都在塑造你的身份。通过持续的做出符合你理想身份的选择，你将逐渐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2. 习惯循环、提示、渴求、反应和奖励。克莱尔提出了一个名为习惯循环的模型，该模型包括4个步骤：提示、渴求、反应和奖励。这个模型基于行为心理学的研究，解释了习惯是如何形成和维持的。提示是触发习惯的信号，渴求是驱动我们行动的动机，反应是我们实际采取的行动，而奖励则是我们从行动中获得的满足感。为了改变不良习惯，我们可以从这4个步骤入手。例如，如果你想减少使用手机的时间，可以尝试以下方法：识别提示，如无聊或压力；找到替代的渴求，如阅读或运动；设计新的反应，如将手机放在看不见的地方，并设定奖励机制，如完成目标后享受一杯咖啡。克莱尔在书中提到，习惯是自我改善的复利，这意味着良好的习惯会在时间的推移中产生巨大的累积效应。通过理解和应用习惯循环，我们可以有效地塑造积极的行为模式。3. 习惯堆叠，利用现有习惯引入新习惯。习惯堆叠是一种利用现有习惯来引入新习惯的策略。通过将新习惯与旧习惯联系起来，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将其融入日常生活。这种方法的原理在于，习惯之间存在关联性。通过将新习惯与旧习惯捆绑在一起，我们可以借助已有习惯的惯性来推动新习惯的形成。例如，如果你想养成每天早晨喝水的习惯，可以将其与旧的习惯，如刷牙，联系起来。具体做法是，每天刷完牙后，立即喝一杯水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新习惯更容易被坚持下来。克莱尔在书中指出，成功是日常习惯的积累，而不是一生仅有一次的重大转变。这意味着，微小的改变如果能够持续下去，最终会带来显著的成果。4. 环境设计，创造有利于习惯形成的环境。环境设计是指通过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来影响我们的行为。通过优化环境，我们可以减少不良习惯的诱惑，增加良好习惯的可行性。环境对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。研究表明，我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。通过设计有利于习惯形成的环境，我们可以更轻松地实现目标。例如，如果你想养成阅读的习惯，可以在家中设置一个专门的阅读角，放置舒适的椅子和充足的光源，这样每当你想阅读时，就会被吸引到这个特定的空间，从而更容易进入阅读状态。克莱尔在书中写道，
环境是塑造我们行为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，通过精心设计环境，我们可以有效地引导自己的行为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。自我反省与调整，持续改进的习惯。自我反省与调整是习惯养成的关键环节。通过定期的自我反省，我们可以识别问题，总结经验，并不断调整策略以实现更好的效果。自我反省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的行为模式，发现潜在的问题，并找到改进的方法。通过持续的调整，我们可以不断优化习惯，使其更符合我们的目标和需求。例如，每周进行一次自我反省，回顾过去一周的习惯养成情况，识别成功和失败的原因，并制定下一周的改进计划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逐步完善自己的习惯体系。克莱尔在书中强调，自我反省是进步的基石，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和调整，我们可以实现持续的自我提升。通过《箴言》这本书，詹姆斯·克莱尔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系统而实用的习惯养成方法。书中不仅揭示了习惯背后的科学原理，还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指南，帮助我们有效地改变行为，塑造身份，并最终实现人生目标。如果你也想改变自己的生活，那么《箴言》将是一个绝佳的起点。我鼓励大家认真阅读这本书，并将其中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中。通过持续的实践和调整，你将逐渐看到积极的变化。记住，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由无数个小习惯积累而成。每一次小小的选择，都是你迈向成功的一步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行动起来，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。正如克莱尔所说，你的未来取决于你现在的选择。让我们一起用习惯的力量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你有所启发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、订阅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让我们一起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共同进步。